《西游记》当中啊，孙悟空是7天往上大闹天宫啊，如来佛祖啊用神掌轻轻这么一推，就将这猴子呢压在了五行山下。如来佛祖回到大雷音寺，于7月15这一天举行了盂兰盆会，与众神是共享百样奇花，千般异果。这个盂兰盆节呢，传到了中国之后啊，就被民间称为了鬼节。民间有这种说法，农历7月鬼门开，佛道两家呢都会举行法事，超度孤魂野鬼。同时呢，这百姓也会祭祖施食，放河灯。久而久之，约定俗成，7月呢为鬼月，7月15啊为鬼节。那么佛道两家为什么会选7月15这个日子呢？7月15到底是怎样一个节日呢？2000多年前，释迦牟尼佛住在王舍城时啊，一天傍晚，这目犍连呢出定之后出去行脚，这走着走着便来到了恒河边。由于夜晚呢化缘不方便，就静坐在河边一个人休息。不久啊，河边出现了许多的恶鬼，都想喝一口这恒河水解渴。此时水中呢却出现了一个凶狠的水鬼，手持铁杖看护着河水。但凡见到有想喝水的恶鬼，就用着手里的铁杖驱赶他们。目犍连呢端身正坐在河边，看到了这一幕，于是就把这恶鬼们给叫过来。恶鬼们知道他神通广大，于是呢就向尊者问道，自己因何会落得如此下场。只见第一个恶鬼问道：尊者啊，我听说这恒河水清凉甘甜，但取水时瞬间这水仿佛变成了沸水一般，只要喝上这么一口，这五脏六腑就像被烫烂了一样。而且那个水鬼总是用铁杖追打我们，请问尊者，我到底犯了什么罪，要遭这份苦呢？目犍连用神通看了看眼前这个恶鬼的3世因果，便告诉他说：你的前世是个算命先生，在向人吉凶时经常是假话多真话少不论好运坏运，你都随心而谈，随口乱讲，还自称看得明白，其实是在欺骗别人。你为了赚钱不惜迷惑众人，所以才有这样的业报。听到这儿另一个恶鬼赶忙问道：尊者，我这腹大如翁，而咽喉却细小如针，看到美味佳肴只有眼馋的份怎么也吃不进肚不知为什么。目犍连说你前世为官主宰一方，却自恃豪强，恣情纵乐，仗着手中的权势凌辱他人，还霸占别人的血汗钱，所以才有这样的业报这时又有一个恶鬼问道：尊者，我身上长满了嘴和舌头，而且血液经常往上涌，搞得我头如斗大，血管仿佛随时要爆了一样，搞得我总是命悬一线，不知这又是什么因缘造成的呢？目犍连说你前世呢喜欢谈论是非，对别人是说长论短，凡是你说出的话从来都不为别人着想，给很多人增添了困扰，才落得如今这样的报应。就这样呢，目犍连在恒河边坐了一夜，用神通为众鬼查看因果，回答了许多恶鬼们的问题，解决了他们心中的疑惑。天将黎明时呢，恶鬼们便纷纷的散去。此时目犍连忽然想起了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，他想看看母亲现在在哪儿，过得怎么样。于是呢，动用神通寻找母亲的踪影，却发现这王母早已堕入了恶鬼道，正在那儿受苦呢。看到这一幕目犍连心中很是悲痛。地狱中的母亲此时是肚子大，咽喉小，整天是没吃没喝的，早已瘦的是一身皮包骨头了。目犍连赶紧装了一钵饭菜，用神通飞进地狱，打算给母亲送过去。母亲见到儿子来了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她用左手遮住饭钵，右手抓了一把饭菜，可没想到这饭菜刚到了嘴边，即刻化成了火炭，烫得母亲是哇哇大叫，根本无法下咽。目犍连看到母亲的惨状，顿时是哀嚎痛哭，白泪如雨。自己用了这么大的神通，都无法让母亲吃上一口饭。于是他赶紧飞到释迦牟尼身边，请求佛陀开示如何才能够救出自己的母亲。释迦牟尼佛望着目犍连，慈悲地说道：你的母亲在世时是毁谤佛陀，辱骂僧众，不信因果报应。她生前为人贪婪，时常迁怒于他人，且心地邪恶，戏弄大众，所以才遭到了这样的业报。由于你们母子情深，你的神通被亲情所掩盖了，所以你才看不到母亲的罪业。目犍连哀求道：如何才能够让母亲脱离这深重的苦难呢？释迦牟尼佛说你的母亲罪孽深重，不是靠你一个人的能力能救出来的。
虽然你的孝心感天动地，但是天地神明对诽谤辱骂佛门而堕入地狱之人也是无可奈何呀。如今呢，你只能仰仗十方僧众的神威，才能救出你的母亲脱离恶鬼之苦。接着，释迦牟尼佛告诉目犍连可以这么做，也就是每年的7月15日，十方众生呢，提出100味珍馐饭菜、新鲜时令的果品呢，供养大德僧众，为前面7世和今世现在困境中的父母诵经祈福。简而言之呢，就是让世人呢，把家里的好吃的放到一个干净的大盆中供养僧人，而且还得是有大德的僧人才行。就在这一天呢，无论是在山林里修行的僧人，还是在世上的凡夫俗子，皆同一心。无论虔诚布施的，还是接受斋饭的，大家都心地清净。除了在场的大德之士啊，还有人眼所看不见的神佛菩萨呢，也在现场。他们的功德大如汪洋。只有供养这样的大德之士啊，无论你现世的父母，还是和你有关系的六亲眷属，才能够得到解脱。那为什么要选在7月15这一天呢？在古代，每年春夏之间，僧众要进行3个月的节下安居。在这期间呢，僧众聚在一起精进修行。通俗点讲呢，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现在的暑假加强班。而7月15啊，是安居结束的那一天，僧众在一起交流心得。经过节下安居，有不少僧人呢证得了果位，彼此分享修炼体会。佛陀听了十分喜悦，所以这一天呢也称之为佛欢喜日。那些修行有成者以其大功大德回向世人，解救过往的祖先、累世的父母之亡灵，使其超脱痛苦。所以呢，7月15日对于僧俗大众啊都是非常殊胜的一天。目犍连按照佛陀的话去做，真的从地狱中救出了母亲，还使她升到了天界。目犍连救母报恩的故事呢，演变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日，也就是盂兰盆节。盂兰是梵文的音译，救道玄的意思，解救正在受苦的地狱生灵。这是一个充满慈悲的节日。目连救母的故事传到中国后啊，与中国的孝道传统有了共通之处，从此啊，在中国是盛行不衰。南北朝时期，梁武帝有感于目连救母而设坛供僧。据佛祖统计记载，大同4年，梁武帝在同泰寺设盂兰盆会供养僧众。据说这是首次由官方举办的盂兰盆会。隋唐时期，宠佛之风盛行，盂兰盆会呢成为一个盛大的节日，上至帝王大臣，下至呢贩夫走卒，全民都可以参与。唐朝每逢7月15，皇室会向寺院进献盂兰盆供，由官府斥资主办盂兰盆会。7月15原本是一个救赎地狱之苦的节日，为什么在民俗中有了7月是鬼月，鬼月开鬼门的说法呢？那咱们就得先梳理一下，在中国历史上是否真有鬼月之说。按照黄历来算，中国立秋呢在7月，所以7月也称之为孟秋之月，就是五谷丰收的季节。《礼记月令》记载，孟秋7月，天子建新，将新收成的五谷献给宗庙，以报答神明和祖先的庇护之恩。《礼记》记载的是先秦以前的事儿，距今呢有2、3千年，比目连救母还要更早。在中国的传统中，7月建新是敬天道、尽人事、缅怀先祖报恩的节日，并没有7月是鬼月的说法。自上古以来中国就有祭天、祭地和祭水的传统。民间传说，上元天官、中元地官、下元水官这3位天神下凡之后呢，转生为尧、舜、禹3位大帝，掌管3界诸事。天地水3位大帝很是慈悲，且具有大威德。他们生日诞辰那天呢，会赐福世人，救赎亡灵。其中这中元地官呢，掌管9地十方，考察众生善恶，审核世人功过，具有赦免亡灵罪过的神职。而中元地官的诞辰日就是7月15日，因此这一天呢，称之为中元节。在7月15这一天呢，中元地官慈悲赦罪，下令打开鬼门，让地狱中的生灵得返人间，享受香火供食，以此激起他们的向道之心，从而得以超脱。事实上这个中元节呢，还称之为孝子节。在道教传说当中中元地官下凡呢，转生为帝舜。舜的母亲去世之后，父亲再娶，继母生了儿子象。舜呢，多次遭遇继母和象的暗害，却仍旧孝顺父母，善待弟弟。后来舜在骊山耕种，在雷泽网鱼，在河滨制陶，远近的百姓争相追随他。凡是舜所在的地方，2年成邑，3年成都。舜的孝德闻名天下，尧帝呢将2个女儿嫁给了他，并将地位禅让给舜。
舜成为天下共主。由于帝舜弑亲至孝，所以中元节又称之为孝子节。在恐怖片那个年代啊，人们一提起鬼呢，便觉得毛骨悚然。不过这个字儿为什么要读鬼这个音呢？大家有没有想过呢？东汉著作《说文解字》当中说：“鬼者，归也。”《礼记》说啊：“众生必死，死必归土，此谓之鬼。”这说明最初“鬼”这个字啊，并没有恐怖和害人的意思，而是和肉身回归地下有关。人的肉身吸收了五谷杂粮的营养而成长，所以死后呢，还要回归到土中，完成一个循环。随着民俗的演变，鬼最初的意思“归”被叠加了恐怖的含义。后人呢，逐渐淡忘了节日的由来，就把这7月15说成是鬼节，称7月呢为鬼月。我们借着这个报恩的节日啊，在这儿多聊几句，全当给这个节日啊正个名吧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